大家好，我是佳佳。在上集的影片当中呢，我们聊到吸血鬼这个话题。他们呢，在很多人的心中是个迷人又反派的角色。但如果现实中呢，出现了像吸血鬼这样的人，大家还会觉得迷人吗？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被后人呢誉为吸血鬼的真实人物。他们明明是人，却做出呢比吸血鬼更加恐怖的行为。在1404年，法国上多塞城堡的一个贵族世家诞生了一个男婴，他的名字叫做吉尔斯·德莱斯，也有翻译为吉尔德雷。他的出身呢非常的高贵，而且家境富裕，从小呢就接受法国最高尚的教育。照理来说，这样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应该是顺风顺水的度过一生啊，怎么会被后人视为比吸血鬼还可怕的嗜血狂魔呢？这就要从他小的时候说起在吉尔斯11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居伊德拉瓦尔去世，他的母亲便抛下了他跟弟弟，跟别人呢又重组了新家庭。所以从11岁开始他跟弟弟就明白他们必须呢独自面对这世间的一切。因为当时年纪还小，所以呢他跟弟弟就由外祖父让德克拉贡来抚养。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大人的身教很重要。只是很不幸的是，教育他们长大的外祖父他是一个统治欲极强的铁腕人物，在整个家族中呢，就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叫你往东呢，你绝对不能往西的暴君。而年幼又缺乏母爱的吉尔斯，在外祖父的影响下，他也变得呢不像一般的小孩一样天真，反而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傀儡。外祖父呢教他做什么他就学什么，叫他做什么他就执行什么。在1420年的时候，吉尔斯16岁的时候，外祖父呢就安排他绑架并且囚禁他的表姐卡特琳娜·德图拉尔。绑架这半年内呢，每天都强迫表姐嫁给他。如果你觉得他对表姐是真爱，那你就错了。事实上呢，他只是为了要得到表姐的家族财产。当得到财产之后，他就释放了自己的表姐。也因为他从小就被祖父灌输了非常多错误的观念，所以他对任何人没有爱，也没有感情。在他的眼里就只有权力，权力，权力。在他的成长路上也因为个性的关系他跟祖父也常常起冲突。后来在他成年之后，已经能掌握自己财产时，他便毫不犹豫地疏离外祖父，并不会因为呢外祖父从小将他和弟弟抚养长大，而产生感谢或者是照顾外祖父的想法。在1427年的时候，吉尔斯呢投身军旅，参加了英法战争，开始了他军人的生涯。当时法国年年战败土地尽失，让他感觉生活非常的不顺。一直到1428年出现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女孩，奥尔良少女，也就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圣女贞德。贞德她是法国的一个军事家，也是天主教的圣人，更是法国公认的民族英雄。她有着敏锐的战斗天赋，也有着呢对信仰的坚贞信念。吉尔斯是贞德的战友，认识他的时候，吉尔斯24岁，贞德16岁。他对贞德的感情由原本的崇拜变成爱慕。因为贞德和他以往看过的女孩子都不一样，她虔诚、圣洁、单纯、坚强、勇敢，每一个点呢都深深地打动吉尔斯。他真的爱上这个小自己8岁的少女。但是命运无情，在之后的巴黎战役中，
真的跟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在要不要攻打巴黎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所以导致1430年5月23号的一场战斗中，贞德在没有得到援军的情况下被英军呢抓住了。而可恶的是呢，对于这个拯救法国的女英雄，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竟然没有想要救回她的意思，导致在1431年的5月30号，贞德呢被英国人操控的宗教法庭以狂热、撒谎、有辱圣民、亵渎上帝的罪名宣判为异端，并且在法国的卢昂广场上被判以火刑公开处死。贞德死亡时才19岁，而她被当成女巫处以极刑的惨状呢，深深地震撼着吉尔斯。他不懂为什么贞德这样坚定不移地信仰上帝，为了上帝跟正义而战，结果换来的却是这样痛苦悲惨的下场。他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渐渐的他开始背叛自己原先的宗教信仰，因为贞德不但是他的战友，更是他理想中的情人，是他所信仰的标志，更是他圣洁的女神。贞德的死呢，带给他非常巨大的冲击，他的灵魂也在那个时候崩溃了，他不再相信上帝，也没了信仰。后来在1435年法国战胜后呢，当时吉尔斯已经25岁了，他也结束了军旅生涯，并且隐退回乡。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欧洲最著名的将领之一，不但受封为法兰西元帅，而且呢还得到了特许能够在自己的文章上使用代表法国王室的百合花。但是这一切的荣耀都不能消除贞德事件让他看清王室的虚伪，因为在贞德死的那一刻，他的心也死了。时间来到1439年，吉尔斯呢搬到了蒂弗日城堡居住。这个时候有一名叫做弗朗索瓦普勒拉蒂的巫术师来到了吉尔斯身边。吉尔斯呢对他的炼金术还有魔法深感兴趣，他甚至相信弗朗索瓦拥有跟恶魔交易的能力。弗朗索瓦说呢，他可以使用活祭跟一名叫做巴隆的魔王进行交易，而这个交易就是可以让死掉的人再次复活，或者是达到他想要的任何愿望。这个时候的他呢，思想已经慢慢的偏离了正常人，他觉得信仰恶魔呢比信仰上帝好，因为黑魔法能够实现他的炼金术。他们举行了第一次的召唤仪式，是在蒂弗日城堡的会议厅里。现场除了有吉尔斯男爵，还有他的3个手下，他们开启了东西南北4个方位的窗户。弗朗索瓦呢就用剑在地上画出了黑魔法阵，有代表4个方位跟4个元素的图案。而这一场仪式他们准备了活祭品，一只黑色的山羊。在仪式进行时，他们将黑色山羊的头给砍下来。所有人看着这个可怕的一幕，但是吉尔斯的心里感到的不是害怕，而是兴奋。时间就这样1分1秒的过去了，山羊的血也流干了，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什么东西也没有出现。弗朗索瓦说呢，魔王不喜欢这个祭品，所以这次的仪式失败。我觉得我们必须用更好的祭品，例如活生生的男孩。过了几天后，他们举行了第2次的仪式。这次的地点呢，选在距离城堡1公里外的某个废弃牧场。而这次的祭品他们真的抓了一个活生生的男孩。据说在弗朗索瓦杀死他的时候，原本晴朗的夏夜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吉尔斯觉得这次的仪式一定会成功，所以他非常的兴奋。但是没有想到第2次的仪式
结果一样是失败告终。连续2次的失败让吉尔斯十分的生气，而装神弄鬼的弗朗索瓦呢，因为害怕吉尔斯察觉他只是个骗子所以他就对吉尔斯呢洗脑说，我们可以使用地狱结盟的仪式因为只有手上沾染的鲜血越多，才越容易跟地狱建立联系，魔王巴隆呢才愿意听从你的呼唤，愿意完成你的愿望。从此以后，他开始痴迷信仰恶魔，也因为这样的洗脑跟挑唆，吉尔斯也就变成了一个比吸血鬼更加恐怖的嗜血狂魔。这个呢，真的就像台语说的“人看不行，鬼看哭哭行”。从这一天起吉尔斯呢就命令他的2个仆人，开始用食物金钱玩具引诱呢在城堡附近一些贫困饥饿的流浪儿童，或者是诱拐呢好奇贪玩的农家少年进来城堡里参观做客，然后呢再将他们关到地牢里。而这些孩子的下场，最后都在仪式中被开膛破腹，内脏被掏空，有的还被肢解。根据他的仆人事后供称吉尔斯呢喜欢在满地的内脏跟鲜血里面呢来回的滚动。由于惨死的人越来越多，蒂弗日城堡的地牢里因为被大量的鲜血深深的浸染，久而久之就散发出一股浓厚的血腥味。只要经过这附近的人都会闻到一股非常可怕的味道，而且还会涌上一种恐怖的感觉。吉尔斯的领地因为不断的发生小孩失踪的事件，再加上城堡主人古怪的行为，还有经过城堡时都能闻到可怕的血腥味，渐渐的领地里面的居民也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原本以他男爵的身份人们即使怀疑小孩的失踪跟他有关，也没有人敢去调查他。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失踪，人们的愤怒呢也达到了高点。于是在1440年的5月15号，有60多名的村民拿着斧头跟木棍冲进了吉尔斯男爵的府邸，并且在城堡的地牢下发现了血迹斑斑的拷问室，还有用来虐杀孩童的刑具跟一些黑魔法的相关材料以及道具。因此居民们囚禁了吉尔斯，并且呢将这件事上报给地方官。但是因为男爵的身份所以地方官根本不敢办他。而这件事情后来被和他有过节的布列塔尼公爵得知，由于他开始调查吉尔斯虐杀孩童的谣言，并且呢派遣审议委员到失踪少年的村庄，向失去孩子的双亲收集证据。一开始吉尔斯男爵并不认罪，因为觉得没有国王的准许宗教法庭根本不敢拿他怎么样。凭着他的军功爵位，国王一定会向着他，而且他相信搜查的人应该找不到什么直接证据来指控他。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审查人员非常的聪明，他们从吉尔斯的仆人、从犯以及弗朗索瓦这边下手，结果最后在吉尔斯的城堡里挖出了50多具的儿童尸骸。领地里面的居民才确定，他们的领主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吸血鬼。同一年的8月24号，曾经显赫一时的法兰西元帅蓝胡子将军吉尔斯·德莱斯男爵入狱。在法庭审判中，他亲口承认杀害了140多名的小孩。最终在1440年的10月23号，法庭正式以异端、叛教、巫师、奸淫、召唤魔鬼、占卜、滥杀无辜、偶像崇拜、离经叛道的罪名宣判他还有他的3个手下死刑。历史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吉尔斯有明确的证据显示，
他是一个有严重恋童癖的人，加上沉迷炼金术、巫术和魔鬼崇拜，无论他是不是有被逼认罪，但是在审判时，他确实承认杀害了140多名的儿童。而且呢，根据史料记载，在他退隐到自己的领地之后，一直到被抓之前，马什库勒跟蒂弗日周边总共有300多名的儿童不知去向。所以呢，这也是许多学者相信他杀害了300多名儿童的主要依据。他死后被埋葬在南特圣母院教堂的墓地。350年后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仇恨贵族的人民呢，冲进了墓地，不但捣毁他的坟墓，还想将他的尸骸拿出来示众。结果没有想到，打开棺材之后，竟然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尸骨，也没有衣服。所以呢，就开始有传闻说他根本没有死，也有传闻说他是因为生前残忍杀戮，死后真的变成一个嗜血魔鬼。讽刺的是，他爱慕的贞德死后被人封为圣女，而他却成了格林童话中蓝胡子的主角原型。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可以得知他确实是一个历史悲剧人物。从小的教育没有感到任何的爱，长大后心爱的人呢又惨死在眼前。但这不是他成为暴虐吸血鬼的原因。我觉得会让他走上这条路的主因是欲望，无法满足的欲望。人生中每一个决定都是一个选择，而善良也是一种选择。任何一个选择也决定了未来的路。如果当初他选择的是延续贞德的善良跟正义，或许在历史上的他还是那个令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而不是让人唾弃的嗜血恶魔。在节目尾声要来工商服务一下，提醒大家年关将近，有婚礼、尾牙、活动商演的需求，快加入我们爱先锋的官方 LINE 小老鼠869 IXXVK， 优质的活动服务团队为您规划完美的节目流程，不管是乐团服务或者是硬体架设，都可以找我们哦。我们用心在活动的每个细节。我是佳佳，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咯，我们下周见，拜拜。